别犹豫了，毁了虚天渊吧。好歹也是你自己的性命，你怎么都不犹豫一下就答应了？犹豫不是我的性格。抱歉，你千辛万苦救回来的这条性命，又要让我给玩没了。等我处置好那4个封印后，我便回来陪你。彼时，星至身亡，天外天与虚天渊一同消失，于灵界无死，于仙界无憾。这些，你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。其实，你在虚天渊外就可以做完。你何必？没有你神力的世界，我已经不敢想象。如今与你同归，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我只是怕，到最后连同归也不能。这位前辈，虚天渊外这个临时的结界，怕是要劳烦各位支撑一阵。自是义不容辞，我等必不负神君所托，死守虚天渊结界。芙蓉君他日或有所成。时光映花一生的希望，银枪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，似魔似幻。轻若红尘，点一念之王，再度缠绵出一生孑然。浮生文化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既然恨铭刻入骨的裂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的心的空缺，再各赴誓约。千宿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宿明夜的界限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但伤口也无法愈合。原来我的神力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。
来没有此一遭，我也快走到尽头了。若是有梦无人，这世间万物，谁能比得过你？操而用之，废而弃之。什么神明之力，敢与天道媲美？简直胡言乱语。现下想来，无论是谁，都是你手中百能之物罢了。缩小，一定是神族撞手。大家都好好按神族刚才说的，在一切结束之前，守好结界。天外天，这血天云终于连在一起了。我这就过。阿离，你我身上的担子，终于可以放下。
做了个美梦，醒来便能看见你，实在是再好不过。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，心芷，你对自己也太狠了。抱歉，让你一起害怕。谁要你道歉了？我是在心疼你。被人心疼的感觉，真的还不错。我一直都很心疼你。我不会再怨此生的命运，今生能遇见一个神灵，实乃大幸。现在谁都出不去了。一开始也没打算出去，这样挺好。虽然你是上古的神，但我觉得你还是差了点儿。不过，也已经很好了。你的眼睛跟刘宇的一样。
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亮着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苦短？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暂，像一汪苦水。甘愿沉默不知返，随着月似水洗，如水一怎断？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独一安，无所事放了，为你空乏。斩断秋落，只剩续一场梦。春冬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空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斩断秋龙，只剩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空，苍茫之中相拥。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威胁到三界的存亡。这天地间不需要能与天道抗衡的力。神，这个与生俱来的智慧，是时候功成身退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，可是你还有存在的理由啊！不是神明，是行止，是你。你难道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吗？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。
不是，我要你陪我去找那束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你一定会找到那束光。你明知道的，我要找的是那个闪着阳光的星矢。我到哪儿再找一个星矢？星矢，你看，天道终于承认了你是神的身份。终究让你化成了天地间的一道神迹，与万物同在，将天地同寿。我再也无法遇见你了。是神光，是星至神君归天的神光。恭送神君，恭送星至神君。毕苍王，神君已然归天，神识不在，他的身体也不能随意留在下界。历代神君归天，都是以三昧真火将其度化无形，请将星至神君
神君虽已归天，但方才大家有目共睹，神君定是愿意和碧苍王一起的。您平日里极尊重神君，为何不在这时候再给他一份尊重和宽容呢？芙蓉，求皇爷爷开恩！望天君开恩！望天君开恩！皇爷爷，罢了，天君，你自由了。走吧。他们走了，再也没有人用神的身份来禁锢你了。血色天地变异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莫似幻。轻落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度缠绵住一生孑然。浮生文化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情爱恨铭刻入骨髓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誓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明夜的界限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血色天地变异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梦似幻。轻落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度缠绵住一生孑然。浮生文化，与你把酒相望。该回家了。情爱恨铭刻入骨髓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誓约。不应该弄丢的两个人，弄丢了。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还还啊！日月，倾尽一切美好的夙愿，意难全，维护万物不灭。情爱恨铭刻入骨髓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誓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
芙蓉君写了本书送给我们，我念给你听吧。王爷，有妖怪在主街上，是个雪妖。哪里？我回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星指神君横空而出，抵挡瘴气，横扫魑魅。后来呢？然后遇见毕昌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这个啊，那我就买这个吧。好嘞。啊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真是调皮。谢谢啊。你的东西。专家，哎，走吗？走，马上啊！
这便是世间缘分。缘分来时无缘有，缘分断时难强求。莫牵绊，莫牵绊，从今往后无瓜葛。抱着。仙界的人又来找过了吗？还是让你回去主持大局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如今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仙人，可他们偏就不听。下次再来，我去应付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已经将我的枪寄出去了，回头我再跟芙蓉君打声招呼，定没人再敢来这行云小院。好，阿离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回来的，难道你不好奇吗？好奇啊，可我不敢问。为何呢？要是我问了，发现这是梦一场，我该怎么办？从那之后，仙界西院当中，上古神的灵位还有金光吗？我去打扫过，没有了。难道是我的那些老朋友们，用他们最后的力量，从天道手中留下了我。经历了生死，我才知道，天道创神为何会让上古神以人的形态存在。为何？因为天道就是为了让上古神犯错，令神性消解，使人性发生。神明的消失变成了天意，我肯定不如从前那般厉害了。你不嫌弃吗？我不嫌弃啊，我当初爱上的不过就是一个病弱的凡人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春林啊，你好像还欠我2个愿望。哦，东海边上，哪2个愿望？第一个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个夏天，你都要帮我摘葡萄。简单。这第2个愿望，你今天要把2个愿望都说出来吗？因为第2个愿望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完成。
王爷好，我是来替我们家娘子送请帖的。请帖？他要兴办寿辰啊？那得是多少万年的大寿了吧？成亲？是的。是传闻中那个修仙者吗？下个月，这么突然？我们家娘子还特别吩咐了，让我转告王爷和神君，说一定要替他带天外天的星辰过去，已经欠他很久了。王爷神君告辞。好，多谢。天外天已塌，上哪儿去找个星辰给他？随便找块石头给他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大好吧？好歹也是他成亲，几万年才有一次。沈离啊，我问你啊，这天外天的星辰捧在手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这随便找个石头给他，告诉他那是天外天的星辰，左右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对比的。你给他了，他就一定能高兴。问题不是他高不高兴，而是你不觉得这样做昧良心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现在的身体还受得了大雪山的寒冷吗？虽然神力少了很多，但再怎么说，这也是神明的身子骨。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体有我呀。那也没有以前驾云快了，咱们得赶紧启程了。好久没有见到金娘子，怪想她的。但是成亲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印象里的金娘子没有办法与这两个字关联到一起？她应该是一个永远都洒脱于尘世之外的女子，怎么能与这么尘俗的事情连在一起呢？换一个角度想呢？抛开自己原有的生活，接受另外一个人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你不是说你身体好吗？身体好，穿这么多干嘛？玩啊！真是的，不冷你就不知道主动献殷勤吗？哎呀，不去。这样不好走路。不好走也得这样。好冷啊，阿离。有这么冷吗？冷。
妹妹，娘子，妹妹，总算可把你盼来了。这多年不见，妹妹一来可就羡煞奴家啦。哎呀，我一下子就好冷啊！好，怪奴家，我这不是心急吗？你体内的气息怎么如此薄弱？许是最近忙了些，不碍事的。神君倒是看起来不如以往了。这外面风大雪大的，别在外面待着了，我带你进去。快点吧！这么久妹妹也不来看看我，可想死你了。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你多住几日啊？金娘子，您看我这宝贝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换了，不换了！你们可不能这么看奴家，奴家可是要成亲的人了，相公会吃醋的。哎，不是，金娘子，你当真要嫁人？这3日我日日都来做买卖，可未曾见过你那相公在哪儿呢？是啊，他莫不是根本就不在意你这夫人吧？自是被奴家藏起来了，哪能让你这种货色瞧见呢？今日有贵客，不做买卖了，散了吧。都怨你什么呀你？你强抢男人了？白来了！不过是威逼利诱了一下，他与他门派中的人受了伤，我答应他救人，顺便让他与我成亲。我这也算不上强吧，而且我觉得他应当是喜欢奴家的。来的路上听说，那人被金娘子追了10余年，也未曾有半点松口。想来是个极为固执，也极有骄傲和尊严的人。如今这般被胁迫，金娘子这个觉得到底有几分正确呢？就该如此。那人定是喜欢你的，不然再如何也不会答应娶你。不管别的了，依我看啊，不如生米煮成熟饭，省得蹉跎。神君这话说的在理，这千年雪狐的狐球你拿去，可比你脑子顶用多了。那我不客气了，拿走。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走，给你道个前因后果。娘子，怎么了？陆先生又渴了，你在房间等我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喜欢金娘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喜欢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他去纠缠那个男的，总好过让他来烦着你。你可是我的。来，披上。自私。啊！无耻！就是当年收拾了那股邪气以后，我一时心软就把他给救了。就是那一救，让奴家动了这该死的反血。把那毛斗下了。哦，原来是你救了他。那按道理说，他应该喜欢你才是，怎么反过来了？对啊，对吧？就该是他先动心才是啊。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人他就是个榆木疙瘩。你这是心生偏执，也不一定是喜欢他吧？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最开始确实是只想逗逗他，但是他越不从，我就越是不想放弃。唉，这么一过去，这也20年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是执念还是喜欢了。但是旁的不说，
20年了，他就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吧？他这凡人，他就是块千年寒冰，我就是有3昧真火也容不了。木子纯啊，就是被那些凡人修仙者的说法给僵化了脑袋。他非跟我说什么人与妖不相同，他就是不肯相信我只是对他这个人有想法。我逼他成亲的时候，他都还一本正经的跟我说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糊了，不会吧？来，不是，他还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没看见奴家那一大殿的稀世珍宝吗？他一个凡人，也好意思来问我要什么？但是我当时啊，我都没生气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：“奴家想要你呀。”多甜蜜的一句话呀，是吧？他呢，他还是那么一脸严肃的跟我说：“没个正经，胡言乱语。”你听听他这个话说的，说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当时别提我有多伤心了。那你为何不将他那种木讷无趣的举动理解为一种羞涩的表现呢？我跟仙人打交道还算比较多，就像他这种从凡人修仙而成的仙人，多半呢都是那种木讷无趣、内心极度压抑的。他或许会觉得你是在调戏他，他又没有办法调戏回来，所以才会落荒而逃。那依你之见，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？既非有心爱之人，亦非真心厌恶你。他放不下的，只是一种固执罢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妨试一试。怎么试？你在他身边20多年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这说明他习惯于接受。那我们就把赋予他的全部都拿回来，让他一无所有。你先想想吧，这些年来你都给了他什么？我们一件一件的讨回来。他其实并不是在帮金娘子吧？他这分明就是觉得好玩啊！这一肚子坏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糊了，你出老千吧。你是不是藏牌？你拿我看看。你怎么都没输过呀？又来。我好像什么都没给过他，又好像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给他了。那就把你自己收回来。这段日子，你就先爱上别人吧。谁？只好是我喽。不行，我来。看什么？你可是我的。娘子，这些日子别来爱我吧。呀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
我今天还没去看子纯呢。你每晚都去看他吗？他有伤在身吗？能死不？这倒不会。不能死就不要去了。你别忘了，刚才我们怎么说的？从今天开始，全部拿回来，叫他一无所有。这样不去，便是成功打响第一战。来。好。这教训别人相公的一场戏，倒是把自己的夫人给搭进去了，真不划算啊！你分明是在逗人家玩，我怎么可能只是看着？不然我多不开心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们正直的碧苍王变坏了。自从遇上你，我就开始变坏了。这方法可管用？自是管用。失去的滋味，我体会的比任何人都深刻，不是吗？昨晚难得过了个安生日子。自打被他带到此处开始，他就没有不缠着的时候。突然得了一日闲，竟恍觉周身安静的不习惯，连带着心底也空荡荡的。昨日他亲自去接的客人，是他的老友吗？和他有什么渊源？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哎，娘子，这满院子的红梅可真喜人呐！我上次来的时候怎么没见到如此美景啊？太遗憾了。阿离若是喜欢，便长久待在奴家这里，可好？好。哎，子纯，这是？这便是我即将成亲的相公穆子纯。子纯，这是阿离。这人与金娘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金娘子啊，金娘子，可是怨恨我当年狠心离你而去吗？这一别多年，再见面，你却要与别人成亲了。有没有感觉到他在痛，在颤抖？阿离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还当着子纯的面呢。若先前我还有几分不确定，那现在见此眼神，我便安下心来，专注于演这一出戏了。要是你们真心相爱，也就罢了。但我听别人说，此人的心根本不在你身上，你又何苦强求呢？他强求与否，与君何干？阁下这句话，逾越了。是吗？如此说来，这下人们之间的传闻不可信喽？实则你是在意金娘子的，是吗？与你无关。自然有关。我爱的女人，我容不得她受半点伤害。你若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她，那便恕沈离得罪了。我就算是抢，也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。
阁下早些年干什么去了？想怎样，随你去。反正我现在也不过是一个阶下囚。你不要走啊！哎，阿离，算了吧，这让我太难堪了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挺有成效的。娘子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你们成亲之前，必定让这木子纯缴械投降，你信吗？我等了20年，也没能让他投降。但如果真的要赌的话，我希望这个赌局我能输得一败涂地。这赌局定然如你所愿，只不过，若是你输了，你要送些什么宝贝给我们家沈离啊？你为何在此处幻化成了梅花？要不然我怎么看热闹呢？神君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半分亏也不吃。奴家这一琢磨，什么奇珍异宝你们没见过，定是都不稀罕的。但现在恰巧奴家这里有一物，是一上古玉佩，佩戴在身可助受伤的神明调气养生。这个物件放在以前，神君肯定是不稀罕的，但若是对现在的神君来说，那可是个大宝贝。若是得了此物，日日佩戴在身，他日再恢复往日神力，也并非不可。真的吗？你为何不早说？妹妹奴家自是不防，防的可不就是今日神君吗？有如此宝贝，我自当尽力。为了早日见分晓，不如明日我便横插一脚。当真是让你看了戏，又让你占了便宜。金娘子，她亏得可不轻啊。我倒是觉得金娘子很乐意让咱们占这个便宜，毕竟最后受益的可是她嘛。今日这般，你阴，我阳，这感觉就很像我们往日里相处时的感觉啊。阿离，可还适应？适应。阿离，可还喜欢？喜欢。